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最新情况来了，国内网络像是被按下静音键，于朦胧的名字几乎彻底消失，可海外却彻底炸锅了。全球平台阿瓦兹发起的连数，短短几天就突破35000人。更惊人的是，另一个名为不再朦胧的版本也在迅速挣钱。同一时间，一个名字在网络上被疯传，蔡以家，他长相酷似中南海大管家蔡奇，背景神秘，资源异常优厚，外界怀疑他很可能就是所谓的隐形公子。这里面很荒诞，国内一片诡异的安静，海外却是一波接一波的呼喊。真相真的能被盖住吗？还是越想掩盖，反而越传得更远？9月11号深夜，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青年演员于朦胧突然离世。警方的通报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话：酒后意外，排除刑事。从那一刻起，网络上的一切记忆被瞬间抹去，粉丝的怀念贴文一夜清空，后援会账号被冻结，相关话题消失，关键字遭屏蔽，留言功能关闭，粉丝们只能无助爆哭，什么都留不住。据自媒体内参披露，这起事件惊动了中南海大管家蔡奇，他没有下红头文件，只是透过口头密令层层传达下去，中央到地方，各级单位一律严控相关讨论。密令里还特别点明3不原则：不得参与，不得讨论，不得围观。更严厉的是，违者不仅要严查，还可能被依照纪律追究。这不仅是禁聊，更是画出了一条红线。这种做法简直就是此地无银300两。如果真是单纯的意外，何必大费周章？偏偏越是严厉压制，越像是在掩盖什么，也让外界更加相信网络流传的各种传言可能并非空穴来风。在 X 平台上，账号新闻调查丢出重磅爆料，于朦胧案的关键人物之一蔡以家，正是当天聚会的17名核心嫌疑人之一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他不仅长相酷似蔡奇，还出身背景神秘。据说他出生的年代正好对应蔡奇主政福建时期，而他进入娱乐圈后的资源也好得异常寻乎。这一切细节让外界怀疑蔡以家很可能就是蔡奇的隐形公子。更惊悚的是，网传于朦胧写给妈妈的信中，直指权贵家族设计洗钱黑幕，甚至牵扯到所谓的亲王、某位澳洲小公主以及娱乐圈见不得光的潜规则。这样的内容一旦曝光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难怪当局结红了眼，要第一时间封锁一切真相。风口就像一道无形的墙，将声音隔绝在必须沉默的范围内。与其说是偶像去世，不如说是偶像被消失，一切怀念都不能留下痕迹。可是越是不准说，越是有人要追问真相呢？当国内无处申冤，声音自然溢出海外。有网友透过全球性非政府组织阿瓦兹发起国际联署，要为于朦胧讨公道。短短数日已超过35000人参与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另一版本的不再朦胧也在挣钱，反响热烈。随着越来越多影音资料浮现，合理怀疑于朦胧是非自然离世，所以我们不能沉默。发起人强烈呼吁人权观察与国际特赦组织立即介入，正视于朦胧事件背后的真相，强烈要求全面、独立、透明调查，追查到底。若有犯罪，必须严惩到底，不能再有特权遮掩。公开道歉、补偿与心理支持，给于朦胧家属一个交代。这不仅是为于朦胧讨回公道，更是为所有艺人、所有普通人争取一个安全而平等的社会。这些声音或许不算庞大，但它们就像一支支温度计，测量着人们的焦虑、愤怒与不甘。因为每一个签名都是对真相的召唤，每一个声音都是对不公的拒绝。于朦胧案件不是一场娱乐圈事件，它同时也是一次公共事件，一次舆论事件，一次体制事件。从粉丝的呐喊到大众的无奈，从权力的阴影到海外的呼喊，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相，但让于朦胧不再朦胧成了标志，
象征着被压抑者的那一声不愿屈服的呐喊。因为当名字被刻意抹去时，记忆本身就是抵抗。警方一句排除刑事责任就想盖棺定论，但网民集体喊出不信。原因很简单，疑点太多，根本对不上。于是事件非但没有平息，反而因为这些疑云越来越发酵。至今仍无法解开的几个关键疑点包括：为什么这么年轻帅气的有为青年会毫无征兆地选择在朋友家离世？为什么之前无验尸的迹象和言论？为什么他选择离开，第二天还接了商演？为什么一个喝醉的人能做到这些动作？为什么监控偏偏那天又没电了？为什么窗户上有明显的抓痕？为什么铁丝网是被剪开的？为什么口袋里有2块莫名其妙的朋友的劳力士表？为什么他的手机不被查？为什么之前他和一起喝酒的那一桌朋友都不被查？为什么警方能火速破案？为什么全网下达封口令？还有10万个为什么，永远找不到答案。有网友回忆，于朦胧在生前的一次直播里曾经悄悄比过540的手势，外界解读这是一种隐藏的求助讯号。更细心的粉丝还发现，他曾写过一句藏头诗，暗暗拼出了今天要我的字样，字里行间透着无声的压抑。还有一次，他在直播里几乎用气音说出救命啊，但声音太轻，被嘈杂的环境掩盖过去，没有引起更多人注意。如今回头看，这些画面让人心里一沉。或许那些早就不是玩笑，而是真实的信号，只是当时大家没有意识到。在这样的氛围里，明星朋友若要为于朦胧发声，更需要莫大的勇气。因为一旦开口，就等于挑战官方定调与整个封锁机器。沉默或许是自保，敢言却可能付出沉重代价。首先是于朦胧启蒙老师台湾金牌经理人孙德荣发声，呼吁一定要团结追出真相。香港男星陈晓东在小红书以坦荡荡的那么难媒体发文，怎么目前没有一个在场的真情流露一下，哪怕会呈堂证供，怎么看全都是在删，真难过。一双眼睛一个监控都没有吗？怎么都这么冷漠？望检察公正，人世间需要多一点光。外面又下雨，朦胧了。与于朦胧合作过的女演员杨幂以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角色做称呼说，四哥愿你在另一个世界安好。女星迪丽热巴则说，记忆中你一直是温柔又真诚的白珍，后来在节目上重逢，还是那个善良又温柔的于朦胧，一路走好，永远怀念。张云龙也发文告别，朦胧一路走好，在那边好好的。最让人破防的是编剧王於岑的怀念，他说自己曾经觉得生活没了希望，是于朦胧一直陪着他聊天，一点点开导他，把他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。于朦胧对他说，不要想不好的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都忍不住疑惑，一个能把别人从深渊里拉出来，反复告诉别人活着很重要的人，怎么会自己想不开呢？这个疑点就像卡在喉咙的一根鱼刺，让人无法忽视。也正因如此，公众对幕后真相的渴望反而被推向更强烈的方向。外形俊朗的于朦胧曾因拒绝所谓的潜规则被冷藏长达3年，这让人想起男星黄子韬早年的一次直播言论再度被翻出。他当时语气激愤，直指娱乐圈潜藏的陪酒文化，质疑某些制作人与投资方的潜规操作。我已经忙得要命了，为什么吃完饭还得被要求去陪酒？我不参加就要被封杀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止如此，台湾知名狗仔葛思琪也曾在节目上公开爆料，指北京娱乐圈的饭局并非单纯聚餐，而是暗藏着许多让人不敢说出口的交易场景。这些早已存在的传闻，如今再被放大检视，更让外界怀疑于朦胧的困境或许只是冰山一角。向来以敢言著称的向太陈岚，在一次直播里被网民刷屏喊话，希望他替于朦胧出声。
面对铺天盖地的流言，他沉默了片刻，最后无奈打下一句话：大家别刷屏了，这个讲不了。有乐坛风纪之称的珍妮，这次也罕见站出来为于朦胧发声。他在社交平台发文，以荒谬世代自取灭亡为题，并直言点出于朦胧的名字。珍言坦言自己感到无力，明知难以改变现状，心中却仍充满疑问与愤懑。为什么世界会变得这么败坏？这个问题他连问了千万遍，却依旧得不到答案。男歌星华晨宇近日在佛山音乐节演唱自己的歌曲《我好想回来啊》，离愁满怀的歌词寓意，加上白色坠落人形、碎片玻璃、沙漏装着散落的时钟与拼图，网友不禁揣测他再次低调纪念好友于朦胧。舞台上的洋葱让粉丝看哭。在2013年快乐男声选秀节目中，于朦胧是第10名，华晨宇则抱得冠军，两人从此成为挚友。于朦胧淘汰的当晚，华晨宇曾说自己哭到不行。9月12号凌晨，华晨宇透过自己的账号发出蜡烛图示，没有任何一句话，但粉丝们都懂，也都感受到他无法言说的哀痛。于朦胧案件不是单纯的娱乐圈悲剧，而是一个多层的社会缩影。让我们从不同角度来看这起事件的不解之谜。过去10年，中国娱乐圈的明星意外案例不少。2016年，歌手乔任梁英年早逝，明星意外真的只是意外吗？2019年，高以翔在录制综艺《追我吧》的时候体力不支倒地不起，引发资本压榨艺人的集体愤怒。于朦胧的情况更是如此，官方说法太过简单，没有公开任何监控调查细节，甚至连最后的粉丝怀念都被一一清空，被迫沉默，实在让人无法接受。这样的处理方式不禁让人想起其他公共事件。江苏徐州丰县被拐卖的铁链女，最初舆论汹涌，最终却被强行降温。中国全体网友用尽洪荒之力也救不出来她。于朦胧案件与这些事件何其相似，一开始有公愤，然后迅速被消音，而消音本身反而加深了质疑。在高度风控的体制里，可以抹去声音，却无法抹去人民的记忆。可是中共会理你吗？这个政权不推翻，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停止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晋升，下一个消失的也可能是任何人。而且娱乐圈不是单纯的娱乐，背后牵动的是资本、权力与利益的影子。高层的封口令常常一刀切，不论事件性质，一律静音。与权贵挂钩的艺人是生是灭，都可能被写进某个剧本。从于朦胧案件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共同的逻辑：权力决定话语，话语决定生死，平民被牺牲，权贵掌握游戏规则。历史常以无声之声敲响警钟，当公众被限制在沉默里，那沉默终将爆发。于朦胧案件或许正是民间爆发的导火索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